如果你最近在跟踪美股科技股，一定会遇到3个绕不开的困惑。SpaceX 上市后首遇解禁潮，所有人都等着内部人砸盘出货，股价却反而暴涨接近30%。纳斯达克走出55年里仅出现过18次的罕见信号，历史回测指向后续大级别行情。英伟达被爆出联手华尔街筹划5000亿级别的融资，要把 AI 算力彻底变成可交易的资产。这3件事儿单独看都足够吸引眼球，可凑在一起反而让很多人看不懂了。一边是指数的强势，一边是半导体的回调，一边是个股的极端波动，市场到底在定价什么？这期内容我们就从盘面分化入手，一层层拆开背后的宏观逻辑、产业趋势和资金博弈，帮你理清楚当下的市场格局，以及后续真正值得留意的风险与机会。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先从最近的盘面说起，可能你也注意到了，过去几个交易日美股的分化特别极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纳指100都维持在高位震荡，甚至连续收出阳线，可费城半导体指数却明显走弱，单日跌幅一度超过3个点。很多半导体龙头都出现了快速回撤，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AI 行情是不是结束了？半导体的基本面是不是出了问题？我先提醒你，别着急下结论。这轮费半的回调核心驱动根本不在半导体自身的产业基本面上，而是来自2颗意料之外的炸弹。第一颗炸弹是地缘局势扰动带来的油价飙升，中东局势出现新的变数，伊朗相关的冲突预期升温，直接推高了国际油价的风险溢价。你可能会觉得油价涨和半导体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传导链条很多人都没理清楚。油价上涨最先影响的是通胀预期，市场会默认能源价格走高会推高整体通胀水平，而通胀一旦有反弹迹象，美联储的降息节奏就会变慢，甚至可能推迟降息。利率预期走高，对高估值的成长股，尤其是半导体这种靠远期盈利定价的板块，压制作用是最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油价一涨，半导体先跌。不是芯片卖不动了，也不是 AI 需求没了，是市场在重新定价利率预期，高估值板块先承受估值收缩的压力。你如果只盯着半导体的产业新闻，根本找不到下跌的理由，也就很容易在回调里盲目抄底。第2颗炸弹是英特尔的大额增发融资。英特尔近期宣布了大规模的股票增发计划，筹资金额超过150亿美元，用于后续的晶圆厂产能建设和制程工艺研发。这件事对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抽血效应，很多人都低估了。你想，市场里配置半导体板块的机构资金总量是相对稳定的。英特尔一下子放出这么大的融资盘，相当于要从板块里抽走大量资金去承接新股。很多机构会选择卖出其他流动性好的半导体龙头，腾挪资金去参与增发，这就导致整个板块都被带了下来。我自己的判断是，这2个因素都是偏短期的情绪冲击，不是产业趋势的反转。AI 算力的需求还在，半导体的产能周期也还在正常推进，基本面没有出现本质变化。但你不能因为是短期冲击就掉以轻心，因为宏观预期的切换往往会在短期内放大波动。如果你是按照短线思路操作，很容易在这种波动里来回止损。讲完盘面下跌的原因，我们再从技术面的角度看看当下2个核心指数的操作区间。很多人看指数只看涨跌，不看结构，这就很容易把震荡做成趋势，把反弹做成反转。先看纳斯达克100指数。目前的纳指100整体处于高位震荡的格局里，上方有前期高点的压力，下方有中期均线和成交密集区的支撑，上下都有明确的边界。这种格局下，最好的策略不是追涨杀跌，而是在区间内做高抛低吸，靠近压力位减仓，靠近支撑位加仓。你可能会问，震荡格局会不会突然变成趋势性上涨？当然有可能，但在信号确认之前，先按震荡思路操作，胜率会更高。不要提前预判突破，等真正突破压力位站稳之后再调整思路也不迟。再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和纳指的结构完全不一样，费半已经跌破了短期的上升趋势线，整体格局偏空。接下来要重点观察下方的关键支撑位能不能守住。
比如125点附近的指数关键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守点，如果连续2天跌破这个位置，不要硬扛，说明短期趋势已经走坏。如果支撑位有效企稳，费半还能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如果连续跌破支撑，那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都会放大，就要适当降低半导体的仓位。我提醒一下你要注意这里的区别，大盘指数是震荡格局，半导体板块是偏空格局，这2个结论不能混为一谈。很多人看着纳指强势就去抄底半导体，结果被套；也有人看着半导体下跌就觉得大盘要崩，结果踏空。把指数和板块的结构分开看，你的操作才不会乱。如果你习惯用产业逻辑和技术结构结合的方式看市场，也可以订阅一下逻辑棱镜。后面我会持续跟踪半导体产能周期、AI 资本开支的落地情况，还有各大科技公司的财报拆解，帮你跳过市场情绪噪音，抓住真正有持续性的产业线索。说到油价和通胀，还有一个隐藏的黑天鹅，很多人还没充分意识到它的影响，那就是特朗普政府宣布延长琼斯法案的相关限制。可能你对琼斯法案不太熟悉，简单说，这是一条有上百年历史的美国本土航运法规，核心要求是美国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美国注册、由美国船员驾驶的船只。这次延长相关限制，直接收紧了外国邮轮在美国本土港口之间运输成品油的资格。这件事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本土的成品油运输供给会收缩，符合资质的油轮变少了，油运成本就会上升，最终都会传导到终端的汽油、柴油价格上。而美国的通胀数据里，能源项占比不低，油价如果持续走高，通胀很可能会出现超预期的反弹。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默认降息是确定的事儿，甚至已经在算今年能降3次还是4次。但我要提醒你，通胀的韧性可能比市场预想的更强。只要油价这个变量还在扰动，降息预期就随时可能出现反复。而每一次预期切换都会给高估值的科技股带来剧烈波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做投资不能只看主线故事，还要留意那些边缘变量。很多时候把主线逻辑打破的，往往都是大家没太关注的小事儿。你如果只盯着美联储的讲话，不看油价和航运政策的变化，就很容易被突然的波动打个措手不及。聊完宏观风险，我们再回头说说开头提到的纳指55年仅18次的罕见信号。也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在相对高位连续4个交易日收红，且成交量维持在温和水平的形态。有机构做过完整的历史回测，过去55年里出现这种形态之后，指数在后续12个月里的平均涨幅接近30%，胜率超过80%。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第一反应就是牛市要来了，接下来要满仓进场。我先不急着否定这个数据，历史统计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它能帮我们理解市场在类似形态下的概率分布。但我要提醒你2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忽略这2个前提，数据就会误导你。第一个前提是当前的估值水平，现在纳斯达克的整体市盈率已经逼近43倍，处在历史第2高的位置，仅次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顶峰的时候。历史上很多次连4红的形态是出现在估值低位的经济复苏周期里，和现在的高估值环境、市场基础完全不一样。低估值的时候出现连阳是情绪修复，估值抬升的空间大；高估值的时候出现连阳更像是情绪推高，后续再往上的空间就会受限。这一点很多人都没分清楚。第2个前提是 AI 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核心驱动力是 AI 带来的全行业资本开支热潮。仅头部几家科技公司的 AI 相关资本开支同比增幅就超过了192%。可问题是，这么大规模的资本开支，最终能不能转化成收入和利润，现在还没有定论。如果后续企业发现 AI 投入的回报不及预期，开始收缩资本开支，那支撑高估值的核心逻辑就会松动。到时候别说历史涨幅，能不能守住当前的估值都要打个问号。所以我的看法是，历史数据可以当作乐观的参考，但不能直接当成买入的依据。市场永远不会简单重复过去，尤其是在估值已经不便宜的阶段，更要多一分谨慎，少一分冲动。说到 AI 资本开支，就不得不提英伟达最近被爆出的大动作。
有消息称，英伟达正在联手华尔街的头部金融机构，筹划总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项目。核心是把 AI 算力资产证券化，让算力变成像商业地产一样可以长期持有、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可交易资产。很多人听到5000亿这个数字，第一反应是英伟达又要扩产能了，又要卖更多显卡了。但这件事的本质根本不是卖硬件这么简单。这是英伟达在给自己重新定位，从一个芯片供应商变成算力时代的资产运营商。你想，现在很多企业想做 AI 落地，都需要大量的算力支持，可自建数据中心的成本太高，一次性投入几十亿、上百亿，回报周期又长，很多企业承担不起。英伟达如果把海量的 AI 算力打包成标准化的金融资产，企业不需要买硬件，只需要按使用量付费或者长期租用算力份额，就能灵活用上 AI 算力。这相当于英伟达把一次性的芯片销售收入变成了长期稳定的算力租金收入。以前是卖一次芯片赚一次钱，现在是把算力变成长期收租的资产，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都会大幅提升，市场也愿意给更高的估值。我更关心的不是这个计划能不能融到5000亿，而是它会彻底改变 AI 算力的定价逻辑。如果算力真的变成了标准化的金融资产，有了统一的定价和交易市场，那整个 AI 产业链的利润分配都会进一步向算力上游倾斜。英伟达掌握了算力的供给标准和资产定价权，也就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核心话语权。当然，这件事儿也不是没有风险。这么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最终需要真实的企业算力需求来支撑。如果后续企业的 AI 落地速度不及预期，算力需求跟不上，那这些资产的回报率就会打折扣，甚至可能演变成新的资产泡沫。所以你看，市场现在讲的 AI 故事已经从卖芯片升级到了卖算力资产，故事越讲越大，估值的想象空间也越来越大，但最终能不能站得住脚，还是要回到真实的企业需求和现金流上。脱离了基本面的故事，讲得再动听，也总有破掉的一天。聊了这么多产业和宏观逻辑，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是怎么跟踪这些全球市场的动态，有没有方便顺手的方法可以用？确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全球市场投资，一个好用的行情和交易工具，能帮你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把我平常使用的方法都做成 PDF 表格，它上面覆盖了美股个股投资指引、主流指数等诸多方法逻辑，直接对照抄就能一站式跟踪我们平时聊到的纳斯达克、费城半导体指数、原油这些核心标的。当然，任何交易方法和工具都只是辅助手段，最终的投资决策还是要靠你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和研究。只是如果你平时需要跟踪全球多类资产，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能让你的操作效率高很多。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两家市场关注度很高的科技巨头最近的近况和市场定价逻辑。一家是苹果，最近遭遇了华尔街机构下调评级，股价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另一家是 Meta， 面临着1万亿美元级别的反垄断诉讼索赔，可股价反而异常坚挺，没怎么跌。先讲苹果，这次机构下调苹果的投资评级，核心理由是认为苹果的 AI 功能落地进度不及市场预期，下一代 iPhone 的换机需求也偏弱，后续的收入增长可能会低于市场预期。很多人觉得苹果跌就是因为 AI 没跟上，被其他公司甩开了。我倒觉得问题的核心不只是 AI。苹果这么大的体量，2万多万亿美元的市值，本来就不可能像小公司一样靠一个概念就实现爆发式增长。它真正的压力在于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周期，消费者的换机周期越来越长， iPhone 作为核心收入来源，增长已经接近天花板。而新的增长曲线，不管是 AI 功能还是 Vision Pro 头显，都还没到大规模贡献收入的阶段。所以苹果的这次回调本质上是增长预期的下修，不是公司基本面的恶化。它的现金流、盈利能力和生态壁垒依然很强，只是市场不愿意再给它太高的成长估值了。你如果是长期投资的思路，就要接受它从成长股慢慢变成价值股的过程。再看 Meta， 最近被爆出反垄断诉讼的总索赔金额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听起来是个天大的利空，换做别的公司，可能股价早就跌10几个点了。可 Meta 的股价反而很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因为市场已经对 Meta 的反垄断诉讼有了充分的预期，
这类反垄断调查和诉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市场早就把潜在的罚款风险逐步定价进去了。而且这次诉讼的最终判决还很远，中间还有很长的流程要走，短期不会对公司的实际经营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 ，Meta 现在的核心基本面足够稳，广告业务在短视频的带动下持续增长 ，AI 推荐算法提升了用户时长和广告效率，公司的利润和现金流都很好，基本面的韧性足够对冲掉诉讼的情绪影响。我提醒你，看利空消息不能只看金额大小，要看这个利空有没有被市场提前预期到。所有人都知道的坏消息，往往就不是真正的风险，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超出所有人预期突然冒出来的黑天鹅。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负面消息，苹果跌了 ，Meta 没跌。因为苹果的评级下修超出了市场对它的稳健预期，而 Meta 的诉讼进展本来就在市场的预料之内。看懂了这个区别，你就不会看到利空就慌着割肉，看到利好就着急追高。聊完了传统科技巨头，我们再好好说说最近市场上最有话题性的公司 SpaceX。上市之后的 SpaceX 股价波动非常剧烈，尤其是在首次大额解禁来临的时候，不仅没有出现市场预期中的下跌，反而逆势暴涨了接近30%，走出了很多人都没想到的轧空行情。绝大多数散户对解禁的认知都是内部股东要套现离场，股票供给变多，股价肯定要跌。这次 SpaceX 解禁之前，市场上也是一片看空的声音，很多资金甚至直接进场建了空单，等着解禁日砸盘捡便宜筹码。可最终的结果恰恰相反，解禁日当天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集中抛盘，市场的成交量反而出现了明显萎缩。想卖的人没卖，做空的人又要面临浮亏平仓，再加上场外看好的资金进场抢筹，多股力量凑在一起，一下子就形成了经典的轧空走势。股价被快速推高，很多人说这是散户抱团压空机构，和当年的游戏驿站一样，我倒觉得没这么简单。这次轧空的核心是市场对 SpaceX 的长期价值分歧很大，但短期的流通盘又太少，供需严重失衡。你想 SpaceX 刚上市不久，真正在公开市场上流通的股份比例本来就不高，这次解禁的股份持有者大多是长期投资的机构和早期投资人，他们本来就没打算短期卖出套现。做空的人以为解禁会有大量抛盘砸出来，结果根本没人卖，空头自己就先慌了，只能抢着平仓止损，越平仓股价涨得越快，形成了正向循环。当然 SpaceX 本身的财报也有支撑股价的亮点，星链业务的用户数和收入增长很快，火箭发射业务的复用率不断提升，毛利率也在持续改善，商业化的进度确实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快，这也是场外资金愿意在这个价位进场接盘的底气。但我必须给你浇一盆冷水，不要因为这一次轧空上涨就觉得解禁都是利好，更不要觉得 SpaceX 会一直涨下去。你要知道 SpaceX 后续还有整整8波解禁，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会有越来越多的股份陆续进入流通市场。这一次流通盘少，空头又集中，容易走出压空行情，可后面解禁的股份越来越多，流通盘越来越大，筹码供给越来越充足，再想走出这样极端的轧空行情，难度就会大很多。而且一旦后续有大股东开始大额减持，股价面临的抛压也会非常大。所以我的判断是 SpaceX 的长期商业价值确实值得观察，它的火箭和星链业务都有改变行业的潜力。但短期的这轮暴涨更多是资金博弈和流通盘失衡带来的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长期价值的兑现。如果你只是看着短期涨幅就追进去，很容易成为资金博弈里的接盘方。讲到这里，我们把前面聊到的所有内容收一收，总结出当下市场的4个核心操作要点，帮你理清接下来的思路和操作方向。第一，大盘指数目前还是震荡格局，纳斯达克的操作思路以高抛低吸为主，不要在指数靠近前期高点的时候追涨，也不要在跌到支撑位的时候盲目杀跌。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要记清楚，靠近边界再动手，中间的震荡区间尽量少操作，避免来回被洗。第二，半导体板块目前整体偏空，不要着急抄底，先观察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关键支撑位能不能守住，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125点关键防守位，如果连续2天跌破这个位置，不要硬扛，先降低仓位等企稳信号，尤其是那些纯靠 AI 概念炒作、没有实际业绩支撑的品种，要多留个心眼。
第三，油价和通胀是接下来最重要的宏观变量，要持续关注琼斯法案落地后的油价走势，以及每个月的通胀数据变化。只要通胀不出现超预期的反弹，美联储降息的大方向就不会变，但过程中的预期反复会带来很多波动，一定要做好仓位管理，不要上太高的杠杆。第四，个股博弈要分清长期价值和短期情绪。像 SpaceX 这种短期轧空行情，看着热闹，涨幅也大，但普通投资者很难把握准确的节奏。与其追着短期波动跑赚运气的钱，不如多花时间研究公司的长期商业化能力，赚自己看得懂的钱。我一直觉得，投资不是比谁抓住的涨停多，也不是比谁短期收益高，而是比谁能在市场里活得久。行情热闹的时候管住手，不盲目追高；行情低迷的时候沉住气，不恐慌杀跌。长期坚持下来，结果往往不会差。如果你认可这种不追热点只拆底层逻辑的分析方式，也欢迎订阅逻辑冷静的频道。之后我会持续跟踪 AI 产业链的真实落地进展，半导体的产能周期变化，还有宏观政策对市场的真实影响，陪你一起看懂美股科技股的长期脉络。你觉得 SpaceX 在当前价位是值得长期布局的机会，还是需要规避的短期博弈陷阱？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察和知识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永远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不一样。真正做决策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独立的研究和判断。